我月令，万妖王，雄军，赤王，魂兽大军集结！传我令谕，魂兽大军集结！一道道血色闪电从天而降，覆盖了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天地之间，仿佛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那恐怖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似的。在这大片的血色闪电范围内，只有一片直径不到10平米的地方才是净土。霍雨浩站在那里，眼眸中已经满是不可思议，泪水顺着他的下颚不断滴落。可他此时此刻却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虚幻的王秋站在他面前，近乎透明的俏脸上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冰冷，有的只是和煦微笑。别难过，你本来就不帅，哭起来就更难看了。其实你应该怪我自私才对的。冬儿虽然为你死过一次，但他没有我彻底啊。西西，我这是彻底和你融为一体了。你要是想我了，就好好善待自己，善待我赋予你的能力吧。不知道为什么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却一点眷恋都没有，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并不是死了，而是获得了新生一般。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虽然不是10万年魂兽，但我赋予你的却和10万年魂兽一样，会是2个魂技。同时我相信没有人比我在合适成为你的头部魂骨了。你将拥有真正的命运之眼，掌控那命运的力量。亲爱的，我要走了。我才不会像你那样在临死之前让爱自己的人忘记。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我，想念我。我走了，星斗大森林可能会有变，你早点回去看看吧。我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祭给了你，就算他们找到你也不会对你怎样的，因为如果你死了，星斗的气运也就尽了。说到这里，王秋突然停顿了下来，凝视着霍雨浩满是泪水的眼眸，凄然一笑。我好舍不得你，别忘了我爱你。嗡！天空中洒落大地的一切血色闪电在这一刻骤然停顿。王秋虚幻的身影光芒大放，强烈的金光扩张到极致，仿佛要将天地吞噬般。下一瞬，光芒收敛，一颗只有拳头大小的金色头骨静静地悬浮在霍雨浩面前。霍雨浩额头处，命运之眼张开，一道金光从那命运之眼中自行射出，刚好落在金色头骨之上。金色头骨顿时变得透明起来，犹如金色水晶一般晶莹剔透。它徐徐前飘，在向前飘飞的过程中逐渐变小，最后终于飞到了霍雨浩面前，化为一道金芒，钻入命运之眼中消失不见。霍雨浩的身体猛然一震，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开来。天空中的血色突然变成了金色，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狠狠地劈在了霍雨浩头上。霍雨浩只觉得眼前一黑，立刻就失去了知觉。但是在他身边不远处的南水水和南秋秋却看得清楚，被那道金光劈过之后，霍雨浩全身都冒起了道道金色电光，他整个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变化，黑发渐渐多了一层金色，变成了奇异的暗金色。一只巨大的树眼出现在他身后，那树眼本身是金色的，但瞳孔却是黑白双色，黑白交替闪烁，犹如实质。正在这时，又是一道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这一次的光芒是赤红色的，犹如火柱。紧接着，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的光柱先后落下，与之前的红色光柱组成了彩虹的光芒。每一道光芒落在霍雨浩身上后，他自身的气质就会发生一丝变化，就连相貌似乎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原本并不算太出众的他，竟然变得英俊起来。南秋秋站在一旁，感受最深。面前明明还是霍雨浩，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可他就是变得英俊了，变得不一样了。七彩祥瑞之光过后，霍雨浩身上多了一层奇异的光罩，这光罩就是七彩色的，将他的身体徐徐带入空中，自然的盘膝坐下。然后那只树眼化为一道道流光，开始不断的从他额头上的命运之眼处钻入。看着这一幕，南秋秋已经完全呆滞了。这家伙还是人类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他和南水水是听不到霍雨浩与王秋之间交流的，可眼前这一切的变化对他来说却实在是太惊人了。南水水搂住女儿，轻叹一声道：我们为他护法吧。虽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他那个女伴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他，但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出现如此奇异的景象，却又不得而知了。对他应该不是坏事，只是他那女伴真是可怜了，都是为了救我。唉，南水水知道，这次地龙门欠下霍雨浩的人情实在是太大了。霍雨浩救出了地龙门所有参赛弟子，还包括他这个门主，为此牺牲了他伴侣的生命，这样的大恩如何回报啊？什么？马小桃看着三长老和四长老，整个人已经完全呆滞了。对他来说，刚刚得到的消息简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雨浩被埋伏围攻，最终燃烧精神之海，凭借着特殊的能力冲出重围，不知去向。燃烧精神之海，燃烧精神之海，这意味着什么？出身于史莱克学院的马小桃怎么可能不知道啊？雨浩，雨浩！马小跳的身体轻微的颤抖着，恐怖的气息在他身上不断迸发。圣女，您没事吧？钟离天低声问道。马小桃眼中邪光闪烁，冷冷地看了一眼三长老和四长老，一字一顿的道：“两位封号斗罗，连一个魂王都留不住，两位真是好本事啊！追，给我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边说着，他那凤凰双翼骤然张开，整个人瞬间化为一只巨大的火凤凰，朝着三长老叙述中霍雨浩消失的方向疾飞而去。海悦城港口一如既往的忙碌着，货物搬运，海船进港出港。一艘体积庞大的运输船上正在进行着人数清点。宽大的船舱内横七竖八的躺着很多人，一些精神状态较好的才能勉强盘膝坐着，但无论是躺着的还是坐着的，每个人的眼神之中都流露着兴奋的光芒。他们的兴奋因为自由。徐三石、何菜头、叶古一、金子嫣四人在清点着人数，他们此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季绝尘则在舱外守着，避免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次救援的行动可以说十分顺利，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整个过程完全按照霍雨浩的计划进行完成，一共救出来接近600人。为了迷惑追兵，有10几位年长的宗门强者或者是学院老师们留下断后，引开追兵。可以说超过95%的人质获救，赶到海悦城汇合。因为全速飞行和身体在水牢遭受的虐待，他们现在都很疲倦，但在足够的食物和饮水支持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全部恢复战斗力。但就算是这样，徐三石他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直到现在霍雨浩和南秋秋还没回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可能赶来在海悦城汇合了。对于这种情况，霍雨浩也早有交代，只要人质到齐了，他们就立刻开船离开。他和南秋秋另想办法返回学院。尽管有这些预先安排，但和菜头带来的消息还是令每个人心情沉重。一支兽王及魂导师团的进驻，令局面已是扑朔迷离。雨浩和南秋秋究竟是什么情况？现在根本就联系不上。他们当然希望能够等到雨浩他们回来再出发，那样才是皆大欢喜。这次行动才算是完美无缺。你们都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吧？谢谢你们。一名年约60左右的老者站起身，迎上正在清点人数的徐三石，眼中满含感激地说道。徐三石压下心中的不安，微笑道：“您别客气，日月帝国这次用心险恶，竟然不顾大陆传承多年的大赛规则，强行囚禁这么多人，我们史莱克和唐门怎能做事？”老者眼中闪过一道寒光。日月帝国，好一个日月帝国！他们以为凭借魂导器真的就能称霸整个大陆了吗？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一些，我们斗罗大陆的底蕴，尤其是日月帝国所能相比的。徐三石点了点头，道：“只要团结一致，日月帝国就算发起侵略战争，我们也不会输给他们。您老先休息休息吧，待会儿咱们就开船了。”谢谢。这次的事，我们天毒门会一直铭记。未来只要史莱克学院登高一呼，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定不推辞。唐门的名声毕竟还太小了，和屹立万年的史莱克学院相比，远远不足。因此，虽然徐三石他们已经几次提到他们不但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也来自唐门，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将这份恩德记在了史莱克学院身上。和菜头从另一边走过来，跟徐三石核对了一下人数，到这时候还没赶来的还差12个人，但很明显，这12个人恐怕永远也无法赶来了。3弹，时间差不多了。和菜头有些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虽然在排名上和菜头比徐三石靠前，但在唐门的地位，徐三石却要略高于他。看着船舱中的人质们，徐三石猛一咬牙，沉声道：“开船！”数分钟后，巨大的铁锚缓缓拉起，在雇佣的水手们共同努力下，巨大的货船缓缓推出海港，朝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航行而去。日月帝国皇宫，什么？人质跑了？徐天然一向平和的声音突然充满了穿透力，震荡的整个大殿房顶都微微发颤。一身明黄色长袍的徐天然，此时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眼神冰冷的看着下面跪倒在地的几人，眸光中已是杀机密布。跪在下面的有协军魂导师团团长，以及驻扎在日升城周围那2个魂导师团的团长。说，怎么回事？把详细情况说清楚。徐天然淡淡的说道。在短时间内，他已恢复了冷静，但谁都能感觉到，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如果事情说不清楚，或者是过程中有什么差错，恐怕立刻就会有人人头落地。橘子坐在徐天然身边，他的脸色也有些难看。由圣灵教和2个魂导师团看管，还有协军魂导师团这个最擅长于速度的兽王级魂导师团随时支援，居然让那数百名人质跑了个一干二净，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更何况这些人质的作用极大，能让原属斗罗大陆3国投鼠忌器。同时，这些人留在日月帝国，相当于是让原属斗罗大陆3国未来的高端魂师力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现在人全跑了，所有的计划都要改变，边境那边更是随时有可能爆发来自于原属斗罗大陆3国的报复。几位魂导师团团长立刻展开了汇报，他们每个人都负责一部分，3个人的话加起来，基本上将整个人质逃跑的过程也就说了个清楚。来人，请国师来议事。听完3名团长的话，徐天然冷冷地吩咐道，立刻有侍卫狂奔着去传达了。徐天然双眼微眯，眼中流露着思索之色。看押人质，最关键的地方都是圣灵教来完成的，还用了能够散去魂师魂力的药物，可最终却让人跑了个干净。这圣灵教是干什么吃的？2位封号斗罗级别的邪魂师竟然都不能守住那里，甚至连给援军争取时间都做不到吗？而且最后围住一个来营救的人，竟然还给跑了。2名封号斗罗留不住一个魂王，这谁会相信？那个人的身份查清楚了吗？就是那个燃烧了自己精神力遁走的。徐天然冷冷地问道。协军魂导师团团长王一恒恭敬的道，已经查清楚了，那个人应该是来自于史莱克学院，或者说是来自于唐门。不久之前还以唐门的名义参加了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听到这句话，原本面无表情的橘子脸上顿时动容，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因为参加过大赛，所以我手下有魂导师认出了他，他的名字叫霍雨浩。只是参赛的时候他是坐着轮椅的，昨晚他出现的时候却是行动正常，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人。城墙那里就是用控制兵的能力炸开的，而根据我们调查，这个霍雨浩本身就擅长于极致之兵的能力。听了这句话，橘子只觉得眼前一黑，险些从椅子上滑下去。听到霍雨浩出现，对他来说本是好事。当初霍雨浩等人陷入乾坤问情谷之后就没了消息，几个月来，橘子甚至曾经悄悄派人去寻找过，但一点结果都没有。可是霍雨浩虽然再次出现了，但却是身临绝境啊！雨浩，是雨浩，他怎么来营救人质了？还燃烧了自己的精神力，他怎么样了？橘子再也无法淡定，此时的他只觉得如坐针毡一般。听了王一恒的话，原本极度愤怒中的徐天然微微一愣，略作思索后道：“这个人我有印象，对，他在比赛的时候是坐着轮椅的，就是他带领着唐门多次创造奇迹，最后连圣灵宗战队都击败了，然后就跟着史莱克学院的人一起失踪。”徐天然双眼微眯，冷光闪烁，他竟然回来救人了？那这么说，当初在西山山谷内，他并没有死，从那个怪地方活着出来了。王团长，你起来吧，你只是负责救援，你到达的时候，大局已定，这次的事与你无关。是，谢陛下。王一恒站起身，站到一旁。徐天然现在确实很愤怒，他恨不得将眼前这3名团长都杀了泄愤，但是理智让他克制住了这份冲动。无论怎样，这3位团长都是高阶魂导师，尤其是王一恒，那可是9级魂导师啊！
9级魂导师，哪怕是对于日月帝国这样盛产魂导师的过渡来说，也是战略性的存在。王一恒统帅邪军魂导师团，乃是护国之手中的一指，本身自然也是封号斗罗，封号为狂牛。狂牛斗罗王一恒，在魂导世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至于另外2名团长，也都是8级魂导师。徐天然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杀掉他们的，但自然还是要让他们多跪一会儿。时间不长，一身黑衣的圣灵教教主，也是日月帝国的国师到了。马小桃曾经将他的名字告诉过霍雨浩，他叫钟离巫，就是当初圣灵教上一代教主和困扰了黑白双圣龙那邪魂师女子叶溪水的后人。钟离巫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跟随他同时前来的还有3长老和4长老。昨天马小桃疯狂追出去之后，很快就失去了踪迹，再没回来。3长老和4长老无奈之下，只得返回了名都，也是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钟离巫。钟离巫知道徐天然是一定会找他的，所以索性就直接将2位长老带了过来。当然还有钟离3兄弟也一起来了。见到徐天然，圣灵教主钟离巫也只是微微颔首致意。徐天然的脸色缓和了几分，道：国师坐。钟离巫在徐天然下手位坐了下来，不等徐天然发问，就主动说道：陛下，事情本座已经知道了，事出突然，这件事另有蹊跷，我让我手下人先向您说清楚。一边说着，他向自己几名属下挥了下手。当下由3长老、4长老主讲，再加上钟离3兄弟从旁补充，把他们知道的情况也都详细的说了一遍。听完他们的讲述，徐天然双眼微眯，道：这么看来，人质的毒誓被人解除了。可是国师，我记得你告诉过我，那灭魂散剧毒解药只有你才有啊，竟然有人能研究出解药吗？还有日升城的防御如此森严，这些人是怎么混进城，并且找到水牢所在的？他们有着周密而详细的计划，甚至是从日升城内发射大量的魂导武器进行攻击，而最终没带走的魂导器还都毁掉了。整个过程分工明确，用极强的执行力完成了营救。这些人的战斗力先不说，单是心机就足以令人吃惊。而且让我愤怒的是，他们将包括8级定装魂导炮弹在内的这么多魂导器都安装在了日升城内，竟然没有巡逻士兵发现。那这么看，名都要是也被人安上魂导炮弹，是不是我也会随时被炸死了？说到这里，徐天然先前已经压制下去的杀气顿时再次弥漫而出，跪在下面的2名魂导师团团长也不由得汗颜。陛下息怒。国师钟离巫沉声道：这件事确实是太出乎我们意料了。原属斗罗大陆3国的绝大部分强者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能够偷入我国，并且进行这等营救行动，并且带走所有人，这绝不是1、2个人能完成的，背后必定有着庞大的财力和人力、物力支撑。他们的人力来自于何方？接到消息后，现在我们已经又派出了2个兽王级魂导师团去追击。根据线索，他们应该是到海边去了。具体消息传回之后，我会让小凤带着本教精锐配合您的魂导师团追击，务必要在他们逃离国境之前追上。徐天然点了点头，道：亡羊补牢吧，希望能够拦截得住他们。报，陛下，边境紧急消息，一名侍卫在殿外跪倒，恭敬的禀报，送过来。徐天然此时的心情很差，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边境又出事了。很快，一封密信交到了他手中。片刻之后，徐天然脸色铁青的一巴掌拍碎了身边的桌案。边境传来消息，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全都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我们监控中的星罗帝国、天魂帝国、斗灵帝国魂斗罗以上强者30余人。不用问，这些人一定是去接应那些人质了。听他这么一说，圣灵教主也沉默了。这个计划太完整了，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徐天然怒声道：之前没有强者失踪的消息传来，人质就被救走了，那救走人质的都是些什么人？魂师界不起眼的小人物吗？国师，你们圣灵教看来真的需要自我整顿一下了。虽然他在语气上已经留有余地，但盛怒之下，连一向被他尊敬的圣灵教主也受了劫难。钟离巫也很愤怒，站起身，沉声道：我会给陛下一个交代的。说完，他转向3长老、4长老还有钟离3兄弟，右脚拇指。钟离巫的声音平静却森寒，血光崩现，一根根右脚拇指分别被圣灵教5人自己撕扯下来，扔在地上，鲜血
顿时染红地面。那可是2位封号斗罗和3位魂斗罗级别的邪魂师啊！就是钟离巫一句话，他们就不得不自残身体。钟离巫缓步前行，走到那2名跪在地上的魂导师面前。防御不利，被敌人随意调动，集中众多资源，却放敌人入城，你们2个责无旁贷。2名魂导师听着他那阴冷的声音，不禁各自抬起头来，眼中满是惊惧之色，下意识地看向徐天然。其中一人更是忍不住叫道：“陛下！”没等徐天然开口，钟离巫就已经动了。漆黑如墨的2只骨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探出，就那么抓在了2名8级魂导师的头顶之上。强大的气息从钟离巫身上迸发而出，硬是压制的他们无法反抗。这2位魂导师虽然是8环魂斗罗级别的修为，但在前来见徐天然之前，身上所有魂导器都被收缴了。而他们是魂导师，在没有魂导器的情况下，和同级别的魂师远远无法相比，更别说是面对钟离巫这等实力的强大邪魂师了。2人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就那么倒闭在地。2条惊慌失措的灵魂被硬生生地抽扯了出来，在钟离巫手上散发出的黑色气流中，被压缩成2团闪烁淡淡白光的存在，消失不见。钟离巫这才转过身，向徐天然道：“陛下，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尽快想应对之法了。等本教追击的人回来，我会尽快把消息传过来。您也要早做打算，战争恐怕是不可避免了。告辞。”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而去。另外5大邪魂师也都强忍剧痛，跟随着钟离巫去了。徐天然铁青着脸，呼吸明显要比平时粗重得多。看着面前地面上的2具尸体，他的双拳攥得紧紧的。太放肆了，陛下！他也太放肆了！狂牛斗罗王一恒忍不住怒喝出声。那2名8级魂导师虽然不是他的属下，但毕竟是一个体系的，竟然就那么被圣灵教主当着徐天然的面杀了，令他不免有些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的感觉。徐天然冷哼一声道：“王团长下去休息吧。”陛下，下去！徐天然瞠目大喝，强烈的杀机顿时弥漫在整个大殿之中。是。王一恒强压内心的怒火与恐惧，恭敬地答应一声，转身走了。立刻有内侍入内，将2具尸体抬了出去。徐天然淡淡的道：“算他们2人因公殉职，厚葬了，家人给予丰厚抚恤。”橘子此时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他很好的将那份深切担忧和悲伤隐藏于心底。他一向理智，他很明白，如果霍雨浩燃烧精神力之后没有其他际遇或者是手段，恐怕已经死了。但他对霍雨浩却有着一种盲目的自信。他在心中告诉自己，那个擅长创造奇迹的家伙绝对没有那么容易死的，他一定还活着，一定。站起身，橘子来到徐天然身后，轻轻地为他捏着因为愤怒而有些僵硬的肩膀，感受到他那双柔嫩小手传来的力道和温度。徐天然十分难看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了几分，轻轻地拍了拍橘子柔嫩的小手，道：“只有你，从来不会多话，不会多说。”橘子继续为他按摩着，轻声道：“陛下，别气坏了身体。”是的，他从来不会在徐天然面前多说什么，因为他明白徐天然何等聪明，他什么都知道，根本不需要去说，他也明白一切。徐天然冷笑一声：“国师这是在向我示威啊？好，很好，总有一天。”哼！橘子依旧没有吭声，只是温柔地为他按摩着。橘子，你去一趟军部，传我旨意，命所有在明都的军团长以上级别的将领前来议事。恐怕战争真的要来了。是。橘子这才收回为他按摩的手，先是走到他面前，向他微微一礼，然后才快步去了。看着橘子消失的背影，徐天然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星罗帝国、天魂帝国不会放过这样好机会的，他们一定会主动发动战争。只是现在这个时机，我们还没有万全准备好，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应对？7天后，日月帝国西北。7天了，已经整整7天过去了。但在南水水和南秋秋的注视下，霍雨浩却依旧盘膝坐在那里，在他身边依旧是七彩光芒环绕。南秋秋是亲眼看到过那七彩光芒威力的。前几天下过一场雨，因为来得突然，他们母女没能第一时间为霍雨浩遮雨，但是他们很快就震撼地看到，雨水落在那七彩光罩上，瞬间就被气化了，气化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是一会儿的功夫，霍雨浩就变成了一个被水雾包覆的光团。和7天前相比，现在的霍雨浩脸上没有了悲伤，
盘膝坐在那里，显得宝相庄严。他那一头暗金色的头发，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竟然长长了许多，在身后已经垂过腰际了。更加奇特的是，他的肤色变得比以前白皙了不少，相貌也变得越发英俊了。明明还是霍雨浩，但给人的感觉却已是完全不同。他额头上的命运之眼周围生出了一圈宛如太阳纹一般的淡金色光纹，光纹闪烁，命运之眼内黑白双色不断的闪动，似乎代表着生与死。白、紫、黑、黑、黑、玫瑰金，6个魂环在他身上交替闪烁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魂力波动在这短短7天内，每天都在增强着。所有王圈的痕迹都已经消失殆尽了。伴随着当初那7道彩光落下之后，天地也都恢复了正常。只是不知道他的修炼还要多久才能结束。妈，您说他这次醒来，魂力会达到什么层次啊？南秋秋低声向母亲问道。南水水摇了摇头，道：不清楚。他身体周围那个7彩光照的密闭性太好了，封锁住了他的气息，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我能肯定，绝不会是简单的60级。我更好奇的是他身上那玫瑰金色的魂环，这种颜色的魂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南秋秋道：他身上怪异的事情多了。另一个武魂，还有橙金色的魂环呢。魂帝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魂帝啊？王谦莫名其妙的死了，还把什么能力赋予给了他？可为什么他身上却会多了个魂环呢？那王谦又不是魂兽。南水水突然眼神直勾勾的看向女儿，南秋秋被他看得有些头皮发麻。妈，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南水水的声音中多了几分异样。女儿啊，我觉得你可能是蒙对了。如果那王谦真的是魂兽呢？是不是一切就解释得清楚了？他是魂兽？怎么可能？南秋秋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魂兽能变成人形，除非是10万年以上，还要放弃自身修为重修才有可能吧？南水水道。这王谦很可能就是如此情况。魂兽除了突破瓶颈，达到20万年以上修为能够幻化人形之外，就要选择重修了。而10位10万年魂兽都未必有一个能突破20万年的。当他们没信心的时候，选择重修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前提是不能被同类发现，或者是人类发现，否则的话很容易就夭折了。对于魂师来说，运气最好的情况就是碰到这类重修的10万年魂兽，击杀他们不但能够获取魂环、魂骨，而且击杀过程也要轻松得多。南秋秋呆了呆。那王谦和宇浩？南水水轻叹道。那就不得而知了。其实魂兽转化成人之后，之所以很少有能修炼出头的，就是因为他们太单纯了。相比于他们的单纯，我们人类世界太过肮脏龌龊，所以化人之后，魂兽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至于结果，你也猜得到了。南秋秋轻轻地点了点头，道：魂兽也怪可怜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宇浩研究的那个什么魂灵很有必要，不然的话，以我们人类的繁衍速度，魂兽早晚会灭绝吧。而魂兽灭绝了，也就没有魂师了。南水水有些惊讶地看了女儿一眼，道：看来在唐门的这段时间，你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魂灵是什么？南秋秋脸色一整，义正言辞的道：这是我们唐门和史莱克学院的秘密，你是地龙门高层，就不要打听了吧。死丫头！南水水自从被救出来之后，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笑容，抬手捏住南秋秋的俏脸拧了拧。南秋秋跑开几步，目光却依旧落在霍雨浩身上，道：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妈，这次我们人情可是欠得太大了，怎么办？南水水淡淡的道：他的女友因此而死，你以身相许吧。我女儿长得也不算太丑，就让她占个便宜好了。南秋秋俏脸一红，没好气的道：什么让人家占个便宜？你是巴不得赶快把我推销出去吧？你想要推销自己女儿，也要人家肯要才行啊。圈儿那么美，她之前不是都一直不肯要人家吗？她喜欢的是多儿，现在还沉睡着呢，哪有我什么事儿啊？古一姐都知难而退了，我才不想这种没可能的。您再想想别的招吧。南水水想了想，双眼微眯，道：秋秋，你觉得如果我们地龙门要是跟唐门合并，怎么样？啊？南秋秋吓了一跳，妈，您不是当真的吧？祖宗基呀，怎么说，我们地龙门也传承了几百年，您就不怕以后那啥了之后，在另一个世界见到老爷，他揍得你屁不开花吗？
南水水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道：“你判点好，没事儿咒你娘。你是亲闺女吗？”南秋秋有些尴尬的道：“我这是为了您好吗？”南水水哼了一声，道：“你娘还没那么二。我说的合并，自然不可能是完全的融入。我觉得，我们地龙门可以与唐门达成守望相助的密切合作。唐门不是刚成立不久吗？虽然蒸蒸日上，但根基不稳。我打算把咱们地龙门弄个分部，放在史莱克学院，然后把最优秀的弟子都派过去，由你来主持这个分部，和唐门守望相助。然后我们再从唐门购买一些魂导器，你觉得怎么样？”南秋秋想了想，道：“这个倒是可以，只是就算这样，我们跟唐门的合作也说不上密切吧，对人家也没什么帮助啊。您不知道，我们唐门现在的魂导器可热销了，根本就是供不应求，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来买呢。”南水水上下打量了女儿几眼，道：“你这还不是以身相许？人没许，心也都是人家的了吧？你这是站在地龙门未来继承人的身份上为宗门着想吗？”南秋秋梗着脖子道：“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唐门背后有史莱克学院扶持，没有足够的利益，凭啥让人跟我们守望相助，密切合作啊？您女儿都不值这个价，唐门比我有天赋的人多了。”南水水撇了撇嘴，道：“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这根本就是人在唐门，心也在唐门，早就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了。你放心好了，你娘没那么二。我既然把分部弄过去，精英弟子派过去，不只是要和唐门保持关系，还要让唐门或者是史莱克学院帮我们培训这些精英弟子，这才是我们地龙门未来发展的方向，才能获得足够多的好处，让地龙门更加强大。”南秋秋瞪大了眼睛，道：“妈，您没发烧吧？我们可是受了人家天大的恩惠，而不是人家受了我们恩惠。我怎么觉得您这是？”南水水道：“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是有一个大前提的，而这个大前提就是利益，感情加利益才能长久。我们欠了人家唐门这么大个人情，当然要有所回报才行。在我们地龙门一直掌握着一个大秘密，只要将这个秘密与唐门分享，我刚才说的这些自然是水到渠成。以目前我们对唐门的了解，以及对史莱克学院的了解，也不怕他们对这个秘密独吞。大秘密，我怎么不知道啊？”南秋秋一脸好奇地看着南水水，南水水没好气的道：“废话，既然是秘密，哪能让那么多人知道？只有历代门主才有知道这个秘密的资格。”南秋秋凑到南水水身边，搂住她的手臂，道：“妈，您看，我也是未来地龙门门主吧？您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告诉我总没事吧？您放心，我绝不会对外乱说的。快告诉我，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好奇心强。”